上5年级那会，我爸领着我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一出来，他便跟我妈离了婚，然后去了南方打工，再也没出现。我爸走了后，我妈也失踪了。要不是二叔，我早饿死了。二叔那会还当着兵，隔1、2月给我寄来生活费，钱很少，日子很紧巴。上高中时，我们班有个长得很好看的女生叫周晴，每天晚上我都是想着她入睡的，有时候还把怀里的被子当作是她，抱着被子睡。这种不要脸的想法，我足足想了高中3年。记得快毕业的时候，我从她座位旁路过，不小心撞到了她的桌子，把她的钢笔撞掉了。当时给我吓得不轻，赶紧捡起来递给她。周晴当时皱着眉头，一脸嫌弃的样子看着我，她摇摇头，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多年的话：这笔我不要了，拿去扔了吧。这支笔看起来9成新，应该是她新买不久的，但她为什么不要了呢？我自己很清楚，她看不起我，8成觉得这笔我碰过，觉得脏。这话其实很伤人，很伤我自尊，让我当时愣了好久，脸还发烫的厉害。至于这支笔，我最后也没有扔，一直藏在家里，主要是想激励自己，将来一定要混好一点，堂堂正正的把笔还给周晴。高中毕业以后，我没继续念书，选择混了社会，在餐馆洗碗，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像一条狗。就是那支钢笔，我还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混出个人样来。有天晚上下班回去的路上，有辆奔驰车出了车祸，我将满脸是血的奔驰车主送到了医院。结果到第2天，车主的家属找到我，给了我10万块钱作为答谢。10万块钱在当年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能在我们县城买一套房子。但当时的我还小，也不知道该去干点什么。正好这时候我二叔当兵转业回来了，当即拍板决定用这笔钱做启动资金去做生意。我从小是二叔看大的，当然很听二叔的话，当时就想他全赔了也没有事，大不了从头再来。结果在军营里打拼那么多年的二叔很能干，很快就用这笔钱做出了一些成就。几年下来就成立了一个小型的服装厂，账面上的流水也有几百万了，还成为了县里的明星企业。总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作用并不大，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只能跟着二叔打下手。但二叔并未亏待我，把我列为厂里最大的股东，每年给我的分红也是最多的。虽然有了钱，但我这人还是没多大变化，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几乎不和别人交流，甚至厂里的人都只以为我就是个普通司机。后来因为业务需要，二叔花50多万买了一辆中配奥迪6，因为我比较闲，平时就让我开这辆车送客户、跑跑腿啥的。别看奥迪6现在满大街都是，但在当年也算了不起了，绝对是身份的象征。不过我这人不爱张扬，也没开车到处显摆，每天忙完公事就回厂里待命。有次我送完客户回来，路过人事部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我做梦都想见到的女孩周晴。几年不见，她成熟了许多，比以前更漂亮了。不过她当时脸色难看，眼睛有点红，从我身边匆匆走过。我当时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跟她打招呼，说不定她都不记得我了。后来去了人事部，人事部经理乔大姐告诉我，周晴是来应聘的，想在财务部上班，财务部现在满员，她就让周晴去流水线试试。结果周晴很不乐意，嘴里还嘀咕了几句，说她来这不是当工人的。乔大姐随后说了她几句，让她别眼高手低，这里不是看脸的地方。因为这两人还吵了几句。乔大姐说的没错，财务部这种重要部门一般都是老总的亲信才能进入。我要是和二叔说一声，把周晴弄进去也没问题。不过此时我只是好奇，周晴怎么到这应聘来了？我记得她和几个家境不错的男生关系挺好，那几个男生的家里普遍都有公司，给她安排一个工作轻而易举。不过想想，这是我高中毕业有5年了，可能这么多年过去，同学之间发生了许多变化吧。日子继续一天天过着，很快到了过年，二叔除了正常分红的几10万外，还另外给了我挺大的红包。大年初一那天，我在街上闲逛，无意中碰到了以前的高中同学李磊，他家里以前也很穷，那时候跟我算是臭味相投，算是我一个朋友吧。几年不见，李磊对我还是蛮热情的，跟我聊了半天。后来说大年初5有同学聚会，让我到时候过去。我本来想拒绝的，毕竟这么多年也和他们没有什么联系，但架不住李磊的盛情邀请，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回到家后，我还找出了当年那支钢笔，我觉得可能是时候把这支钢笔还给周晴了吧。大年初5很快到了，聚会地点是一个中等档次的饭店，门口的车位不够，我把车停得稍微远了一点。后来步行走到饭店门口时，看到几个老同学围着一辆车聊得火热，有个叫吴云峰的男同学正和别人讲解这车的功能和优势。那是一辆本田雅阁，得要20多万。在那个车辆都很稀少的年代，能开一辆雅阁出来，也确实很拉风了。其他几个同学都很羡慕，时不时的摸摸车门，还亲自上去坐坐。在我上学那会，吴云峰家境就挺不错，
人家是我们班带头大哥，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跟着。至于我这样的边缘人物，恐怕没人记得我了。果然，我走过去的时候，压根没人注意到我，他们都还围着吴云峰的车子说话，我也不会主动和他们搭话。刚进了饭店的门，就听见有个女人的声音：吴云峰，你买了新车呀？这车叫雅阁吧，可真漂亮。声音陌生又熟悉，我回过头一看，正是周晴。和几个月前比，周晴没有太多变化，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还多了几分妩媚和动人。周晴一来，几个男生都沸腾了，纷纷夸赞周晴太漂亮了。吴云峰也得意地说：是啊，这是我刚买的车。几个人聊了一会儿，看上去还和以前一样熟络。吴云峰又问周晴找到工作没有，周晴明显神色一暗，摇了摇头说还没有。吴云峰还想说点什么，周晴似乎不愿多说，摆摆手让他们先聊，然后转身进了饭店。一抬头正好看见了我，周晴似乎认出我了，眼神有点惊讶的样子，冲我哎了一声，然后朝我这边走了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挺紧张的，伸手握住了口袋里的那支钢笔。其实这一刻我已经等很久了，但当周晴真正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不该把钢笔还给她。很快周晴来到我的面前，但她显然忘了我叫什么名字，迟疑了一下之后才出于礼貌说：老同学，好久不见呀。我苦笑了一下，松开口袋里的钢笔，自己眼巴巴等了这么多年，结果人家根本不记得我了，只能称呼我为老同学，想想挺可笑的。不过周晴变化也挺大的，以前她都不会和我们这些人说话，看来她已经成熟不少了。我正犹豫要不要来个自我介绍，突然旁边有个女生叫了一下周晴，那也是我们班一个同学，和周晴关系一直挺好。周晴冲我笑了一下，便朝那个女生走了过去，我还听见那个女生悄悄问她：那是谁呀？不知道，就是觉得眼熟，才打了个招呼。两个女生很快朝里面走去，我站在原地有些尴尬，正准备也进去的时候，又听见饭店外面吴云峰他们也在讨论周晴。有人问吴云峰搞定周晴没有，吴云峰不屑地说：早都玩烂了。一群人立刻嗷呜嗷呜地鬼叫起来。以前在班上，吴云峰和周晴关系就挺好的，大家都猜到他俩以后会搞对象。但当这话从吴云峰嘴里说出来，还形容这么不堪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些说不出的难过。但是除了难过，我也没有其他能够做的，只能叹了口气，朝着里面走去。聚会是在2楼的一个大厅，已经来了不少的人，大家三三两两坐在一起聊天，看着还挺热闹。当然没人注意到我的到来也没引起谁的侧目，仿佛我是一团空气似的。不过我也早就习惯，并没觉得有啥不舒服的。李磊很快看到了我，招手让我过去坐在他的身边。有李磊在，我的心里稍微踏实了点。不过这家伙也是个交际花，根本就坐不住，满大厅里乱窜，和这个问好，和那个聊天，大多时候都晾着我。但交际花也分褒义和贬义，有的交际花手腕很强，有的交际花惹人生烦。李磊明显就是后者，像他这种家境不怎么样，毕业也没混出个名堂来的，其实并不受人待见，过分热情反而让人讨厌。过了一会儿，除了在外地回不来的，其他同学基本都到齐了。让我意外的是，高中时候的班主任竟然也来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同学聚会的标配，严格意义来说算是谢师宴，我是第一次来，所以并不清楚。班主任是个50多岁的中年女人，我对她没有太深的印象，就记得是个老好人，对谁都笑呵呵的。人都到了以后，大家就按次序坐下，能和班主任坐在一桌的当然都是精英，以前班上的风云人物或是现在发展不错的，比如周晴、吴云峰等人。我和李磊这种的就在其他桌子上了。不过李磊心有不甘，一直往那桌去看，显然很是向往。吃饭的时候还是挺其乐融融的，大家的俏皮话一句接着一句，经常逗得班主任哈哈大笑。当然像我这种不善言谈的，基本就一句话都不说了。随着吴云峰端起酒杯，率领大家一起敬班主任，感谢班主任的栽培之恩。整个饭局终于进入高潮，班主任的眼睛都湿润了，连声说着谢谢，还说希望每个孩子都好。后来就是随意发挥，大家互相敬酒，有的敬吴云峰，有的敬周晴，也有往美女同学身边凑的。我这种不善交际的，当然坐在原地没动。倒是李磊又开始到处窜了。过了一会儿，班主任在周晴、吴云峰等人的陪同下，一桌一桌的向我们敬酒，顺便和大家说说话，问问大家最近怎样。到了我这一桌，班主任照样依次问了过来。问到我的时候，他明显愣了一下，似乎想不起来我是谁了，但他很快沉着下来，随口问我在哪工作。我说我在奇峰服装厂，负责后勤方面的工作。我倒也没谦虚，我在厂里确实负责后勤，有时候还接待一下客户。但是班主任显然会错意了，以为我是打扫卫生的保洁，随意哦了一声，又说工作不分贵贱，哪行哪业都需要人手，就转头去问其他人了，显然没把我当回事。问了一圈，班主任好像想起什么，回头和吴云峰聊了起来，说他儿子今年也毕业了，问吴云峰能不能给安排个工作。吴云峰说没问题，正好周晴也在找工作呢，
到时候一起来我爸的公司里。班主任连忙说了几句谢谢，周晴倒是低着头没有吭声。这时候又有好几个同学毛遂自荐，说想去吴云峰家的公司上班。吴云峰笑呵呵说他家庙小，装不下这么多的大神，又轻飘飘地转移了话题，大家也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吃过饭后，大家又去 KTV 里唱歌，这里就没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一阵鬼哭狼嚎，几个麦霸拿着话筒不肯放手。在这过程之中，李磊还教育我说我性格太腼腆了，应该多和大家交流，指不定有人就能帮上咱们的忙。我也一直保持沉默，不知道该说什么。即便如此，我也挺感激李磊的，因为他仍然是唯一愿意搭理我的那个。一直到下午3、4点钟，班主任讲了几句客套话，才说同学们散了吧，我们来年再聚。大家簇拥着班主任往外面走，有人甚至掉了几滴眼泪。我也适应不了这个场景，就打算等大家走了以后再往外出。我在包厢喝了会茶，等到大家走的差不多了，我才步行出了酒店，又往前走了几百米，找到自己的奥迪轿车坐了进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天上突然开始下雪，而且越下越大，几乎连路都看不清了。我开着车，开了雨刷，打着双闪，慢悠悠地往前走。远远看见一个公交站台，下面还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依稀认出正是周晴。站台边上还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正是吴云峰的那辆雅阁。吴云峰下了车，想把周晴往车上拉，但是周晴不断摆手，显然不愿上车。最后吴云峰没办法了，只好自己坐车走了。周晴还站在原地等公交车，冻得他直打哆嗦。但是这么大雪，公交车恐怕不会发了。我不知道周晴为什么不上吴云峰的车，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朝着周晴开了过去。我开过去，周晴一开始都没想到这车是冲他来的，我叫了他2声，他才惊讶地弯下腰来，看到驾驶座上的我，有些吃惊。是你？显然周晴还是不记得我的名字，我有些无语，但还是说上来吧，去哪我送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没指望周晴能上我的车，毕竟他连吴云峰的车也没上。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犹豫了一下，就说我去复兴小区，你看顺不顺路？我说顺路。周晴拉开车门坐了上来，我把车窗合上，又把暖风开到最大，便继续打着双闪往前面走。说实话，和以前心里的女神坐在一起还是挺紧张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周晴也有点局促不安，问我什么时候买的这车，看着挺不错的。我说没有，公司的车。这时候周晴也想起来之前我和班主任说我在奇峰服装厂工作的事了，就问我是不是司机。我点点头，算是承认。周晴有些低落地说，那也挺不错了，我去奇峰应聘过，可惜人家没要我。这是我当然记得，他从人事部出来的时候我就在门口，还知道他和乔大姐吵了一架。我说下次你再去给我打个电话，没准能帮上你。周晴很开心地拿出手机要记我的电话，我说了一遍我的号码，周晴记了下来，却不知道该存什么名字，有点尴尬地看着我。我也没当回事，笑着说我叫张龙。提起我的名字，周晴终于有点印象了，说原来是你啊。又上下看了看我，不可思议地说，你变化可真大。我的变化确实是大，不过我不爱说以前的事。我转移话题说，我刚才过来看见吴云峰准备载你怎么没上他的车呢？周晴沉默了一下，才轻轻说了一句，吴云峰不顺路。一看他这样，我就知道他在撒谎，但是我也没有追问。我心里想，可能以前他俩搞过对象，觉得坐在一起不太好意思吧。接着又想起吴云峰说把周晴玩烂了的事情，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也就闭嘴不说话了。一路沉默，很快到了复兴小区门口。我打算把周晴送到楼下，但周晴说不用，直接就下了车，并跟我说，张龙，谢谢你了，回头我要还去奇峰应聘，一定会找你的。说完这句话后，周晴就冒着风雪进了小区。过了几天，周晴真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想来奇峰上班，问我能不能帮忙。牛都吹出去了，也不能不办，就问了一下二叔，把周晴的情况和他讲了一下，并说周晴想去财务部。二叔沉默一下，问我这个同学重不重要？重要的话可以安排到财务部，不重要还是去其他部门吧，毕竟财务部不是谁都可以进的。我本来想说重要，但是想起周晴曾经对我做过的事，以及他和吴云峰的事情，就改口说一般吧，也不是很重要。二叔就说，既然这样，让他去销售部锻炼一下，随后看情况再说。我给周晴打过去，我以为周晴会不愿意，毕竟她也挺心高的，否则不会和乔大姐吵架。结果周晴一口答应下来，还问我什么时候能去报道。我说合适的话，你现在就过来吧。周晴行动很快，半小时后就过来了，看来是真的想找工作。周晴对厂里不熟，我就领着她去报道，还带她参观了一下厂子、车间、食堂、宿舍、办公楼等等。最后我把周晴送到销售部，就回宿舍候着去了。晚上下班以后，周晴给我打了电话，说要请我吃饭表达谢意，我也没有拒绝，欣然赴约。吃饭的时候，
周晴不停说着谢谢，我说没事，举手之劳而已。接着又问了一个让我疑惑很久的问题：你怎么没去吴云峰家里的公司上班？凭你俩的关系，很容易吧？周晴淡淡的说：我想靠自己。和之前问他为什么不上吴云峰的车一样，我还是觉得他在撒谎，不过我也没有追问。吃过饭后，出于礼貌，我提出送周晴回家。周晴挺惊讶的：厂里的车难道能随便开？是的，张总不在乎这点油钱。在厂子里，我叫二叔一般都是张总，我不愿意把我和二叔的关系搞得人尽皆知。你俩都姓张，不会是亲戚吧？我倒是想呢。周晴本来也是开玩笑的，所以并没继续深究，而且这会儿也没公交车了，就同意我开车送她。从这天起，周晴就在厂里上班了。对她来说，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所以她还挺珍惜的，工作起来也比较拼，加上她本身是个美女，在和客户谈判的时候有着天然优势，所以业绩还挺不错，不到1个月就拉了好几个大单，就连二叔都听说了她的事迹，私下说我的眼光不错，给厂子里拉来一个干将。周晴每天里里外外的跑，看到我后会很热情的打招呼。她拿到第1个月的工资，又请我吃了顿饭，再次向我表示谢意，说没有我就没有她的今天。我说你这话严重了，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周晴挺开心的，还喝了几口酒，可惜她不胜酒力，没几杯就晕晕乎乎了。吃过饭后，我又照例送她回家，车子不能进她家小区，所以我把车子停到外面，扶着她往她家楼底下走。把周晴送到单元门里以后，就转身往小区外面走了。但还没有走上几步，旁边的树丛里突然窜出一个人影，一个高大的身躯扑到我的身前，像是饿虎扑食一样，死死掐住我的脖子，恶狠狠说：老子的女人你也敢碰，你真是活腻歪了。我借着路灯的余光一看，才发现面前这张狰狞的脸竟然是吴云峰。吴云峰卡住我的脖子，又说：张龙，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来抢我的女人。再接着吴云峰又呸的一声，往我脸上狠狠吐了一口浓痰。我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份侮辱实在是太大了，当即狠狠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去你妈的！我和吴云峰扭打了一会儿，算是各有胜负。他把我嘴巴打破了，我也给了他一熊猫眼。但我是第一次打架，不像吴云峰很有经验。上学那会儿，他就是混子头了，经常带着一帮人出去打架。最终，他把我一脚踹到地上，才骂骂咧咧的走了，还说就算他和周晴闹分手，也轮不到我去插一脚。我要再敢缠着周晴，就把我给废了。因为我们俩的厮打，也引起了小区里的注意，不少住户出来围观。周晴从人群里挤了进来，看清是我以后惊叫一声，冲过来把我扶起来，问我怎么回事。我有点厌烦的把周晴甩开，说了声没事，便往小区外面走了。第二天早上，周晴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当时我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就说我在宿舍。也就10分钟的样子，周晴就来了，还带了包子和豆浆，问我吃过早饭没有。我还真没有吃，就拿着吃了起来，但也没和周晴说话。周晴站在一边叹着气说：张龙，昨天晚上的事我知道了，真是对不住啊，吴云峰就是个神经病，你别理他。听了这话，我的气又有点上来了，说：你俩闹分手，能不能别带上我？昨天晚上我也太冤了点。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我也有点明白了，估计两人闹分手还没分干净，让我当了个冤大头。结果周晴一听，立刻解释说：我没和吴云峰在一起。这话把我给听迷糊了。我问周晴到底怎么回事，周晴给我解释说：我和吴云峰上学那会儿关系是挺好的，吴云峰也确实追求过我，但是我们毕业后，吴云峰家里给他另外找了一门亲事，据说能给他家的生意带来很大帮助，吴云峰也没有反对。但是吴云峰还不死心，想私底下包养我，还承诺给我找工作，我当然不愿意。结果吴云峰仍旧对我百般纠缠，常常堵在我家楼下，才发生了昨晚的事。不知怎么，我知道他们之间没什么后特别高兴，或许还对周晴有想法吧。当时我就说，他要再纠缠你，你就报警。周晴却摇了摇头，叹着气说：报警不管用的。我有点哑然，吴云峰家大业大，报警确实难不住他。我又说，那你就去告诉他家里人，就不信他家里人管不了他。周晴还是摇了摇头，算了吧，他不要脸，我还要脸呢。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直被他给纠缠吧？我正想给周晴出主意，周晴已经说道：张龙，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以后你不用再送我回家了，这件事情还是让我自己来处理吧。说完这句话后，周晴就转身出了宿舍。我才发现桌上放着的早点，想来其中一份是周晴的。我赶紧拎起一份，准备给她送出去。刚到门口，就听到周晴在外面打电话，语气有点着急。
吴云峰，你有完没完啊？我都说了，我和张龙什么关系都没，就是他在奇峰工作，也介绍我过来而已。你别把人家想的那么龌龊，他就是个普通司机，没你那么有背景。你别再为难他了，行不？算我求你，只要你不找他的麻烦，什么事都好商量。行吧，晚上见面再说。虽然我听不到吴云峰的声音，但我可以想象得到他有多么无耻，又对周晴提出了多么肮脏的条件。我最终还是没走出去，而我拎着早点的手却是握得越来越紧。一天很快就过去了，黄昏时分，奇峰服装厂的大门口，一个年轻的漂亮女孩从中走出，上了一天的班，她的脸上满是疲惫。看到我停在门口的车，周晴大吃一惊。走，我送你回家。张龙，谢谢你的好意，不过真的不用了。吴云峰还在小区门口等我，你是惹不起他的。我有点不耐烦，让你上车就上车，我倒要看看他想怎样。夕阳的余晖下，我的面色愈发坚定，充满了雄壮的男人气概。周晴看的都有些呆住了。最终他还是没熬过我，犹豫了一下之后，拉开车门坐了上来。车子一路飞驰，前往周晴家的小区。虽然我是自信满满，开车时也潇洒惬意，但周晴还是忧心忡忡，不停劝我不要去了，说我不是吴云峰的对手，还说我惹不起他等等。我则淡定地说，你放心吧，现在已经不是上学那会儿了，吴云峰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厉害。周晴摇了摇头，就是现在你也惹不起他啊。你知道他家是干什么的吗？这我还是知道的，吴云峰家里经营着几家小厂子，还豢养了一些打手，在我们县里据说是黑白通吃，他爹吴老邪也是横行霸道。周晴说我惹不起吴云峰，主要是忌惮吴云峰的背景，怕吴云峰会报复我。看我不说话，周晴继续说道，张龙，可能这几年你挺顺的，奇峰老总对你不错，还让你当了他的司机，但是你要知道，张总不会为了你去和吴家斗的。听了这话，我反倒笑了起来。我的底气当然来自于我背后的二叔，二叔这几年开厂也没少和黑白两道的人来往。我不是个喜欢惹事的人，但吴云峰也别想骑到我的头上，更不能让周晴为了我的安全去牺牲她自己的身体。看我还是这么固执，周晴也没办法了，坐在一边唉声叹气。车子很快开到周晴家的小区附近，远远的就看见吴云峰的那辆雅阁停在门口，吴云峰就靠在他的车前盖上。我一点都没畏惧，直接把车开了过去，距离他几米远才停下。周晴立刻跳下了车，紧张地说，吴云峰，你别误会，张龙就是送我回来而已。可想而知，吴云峰根本不信这套，指着周晴鼻子就骂，小可爱，这么快就勾搭上别的男人了，而且还他妈是张龙。张龙以前是个什么德行，你都忘记了吗？你找谁不好，偏偏要找张龙，你不觉得很丢人吗？我压着火下了车，冲着吴云峰说，你有定亲对象了，就老老实实结婚去，别再缠着周晴了吧。到这时候我也没想把事闹大，如果能把吴云峰劝回去，那么这事到此为止，以后谁都别再提了。小可爱的，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来说老子？是不是开一辆奥迪，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那车是你的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奇峰的一个司机而已。我告诉你，周晴早被我玩烂了，你要想接盘的话，也得问我愿不愿意。周晴气得脸颊通红，大叫着说，吴云峰，你别胡说八道，我和你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没好气地说，吴云峰，你真是条疯狗，你快滚回家吧，地球已经不适合你了。小可爱的。吴云峰大叫一声，张牙舞爪地朝我扑了过来。周晴吓得不轻，让我快跑。吴云峰冲上来的瞬间，我猛地一拉车门，从后排座上抽出一条棒球棒，狠狠一下抡在了吴云峰的肚子上。吴云峰嗷的一声，整个人倒了下去，接着我又高高举起棒球棒，朝着吴云峰的脊背砸了下去。吴云峰发出一连串哀嚎，爬不起来了。并不坐牢，我又狠狠踢了一脚吴云峰，说，我警告你，以后别再纠缠周晴，否则下回就不是这么亲了。好你个张龙，你连我都敢打，有能耐你别走，看我怎么收拾你。但我根本没搭理他，打120说复兴小区门口有人受了伤，让他们赶紧派救护车过来，接着才对花容失色的周晴说，走吧，我送你回家。周晴一张脸无比惨白，一双腿也瑟瑟发抖。张龙，你捅大篓子了，吴云峰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他家认识好多道上的人，你还是去外地避一避吧。相比周晴的紧张，我却云淡风轻地说，没事，你回家吧，剩下的事我来处理。周晴上楼以后，我才闲庭漫步般朝着小区外面走去。来到小区门口，吴云峰已经不见了，但他的那辆雅阁还在，估计是被救护车给接走了。直到这时，我才拿出手机给我二叔打了个电话，说事情都办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来之前，我就把情况一五一十都跟二叔说了，二叔说没关系，他会帮我处理好的。正是有了二叔的保证，所以我才放心大胆的去干吴云峰。包括打吴云峰的那2棍，都是二叔教给我的手法，果然干脆利落，效果出众。现在干完了，就得问问二叔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二叔先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我没事，说我把他给打了。二叔这才放心，让我半小时后直接去公安局自首，他把一切都已安排好了。我当然很相信二叔，所以我也没有任何疑问，开了车子朝县里的公安局开去。在我的想象里，二叔应该都给我安排好了，但我刚把车开进公安局的大门，就感觉大院里的气氛很不寻常，四周站着不下30-40个社会青年，有染黄毛的，也有戴墨镜的，看着都很彪悍。我刚把车停下，就听见有人大喊：就是这辆车，就是他打伤了云峰。话音落下，那30-40个社会青年便气势汹汹地朝我围了上来。我一点都没有怕，二叔说安排好了，那就一定是安排好了，我相信我二叔。更何况这里还是公安局，我不相信他们敢在这里动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杀气腾腾，仿佛恨不得把我大卸8块。这时一个淡淡的声音响了起来：住手！这个声音很平淡，却拥有着不容置疑的威慑力。那些看似疯狂和不要命的青年果然停下脚步，一个近50岁的中年人走了出来，来的人正是吴云峰的父亲吴老邪。你就是张龙，你胆子很大吗？连我儿子也敢打。与此同时，四周的人也都叫了起来，嚷嚷着要把我给大卸8块。吴老邪，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打算在公安局里闹事？那是一名面色威严的警官。吴老邪迅速回过头去，面色讨好的说：不敢，不敢。警官哼了一声，吴老邪才摸出一张纸来，递给了我，让我在上面签字。我看清楚，是一份协议调解书。吴云峰已经签了名字，现在到我签了。我不知道二叔是怎么办到的，但我看到这份协议确实惊讶，心想二叔真是神通广大，连吴老邪都臣服了。我接过笔，在上面签了我的名字。吴老邪接过去后，冷哼着说：这次也就是张总出面，我儿子也没有伤得很重，不然我饶不了你。我告诉你，绝对没下次了，除非你不打算要命。不过我也没当回事，吴老邪吃了这么大亏，让他过过嘴瘾也没什么。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我还是迅速给我二叔打了一个电话，惊喜地问：二叔，你怎么办到的？二叔得知我已经平安离开公安局，嘿嘿笑着说道：这世界嘛，没有钱摆不平的事情。我的心往下一沉，问二叔赔了吴老邪多少钱？不多，1万。听到这个数字，我的心中再次生疑，1万块钱就能让吴老邪就范，那他儿子也太不值钱了点。二叔继续说道：当然还加了点威胁，如果他敢揪着这事不放的话，我就把他儿子的丑事告诉宋大尼。我知道宋大尼，那是我们县里另外一个企业家，名下有着铁厂和矿场，能量比我二叔和吴老邪都大，这是怎么和他扯上关系了？二叔立刻给我解惑：吴老邪的儿子和宋大尼的闺女定了亲。原来吴云峰的定亲对象就是宋大尼的闺女。如果宋大尼知道吴云峰还和其他女人纠缠不休，肯定会很生气，这事也就黄了，那么吴家就会彻底倒台。二叔就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让吴老邪拿了1万块钱就乖乖休手的。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二叔做事就是滴水不漏。不过也要防着他出阴招，知道没有？我说了一声知道了。二叔继续说道：从明天起，你要保护好周晴，接送他上下班的任务就交给你了，那可是咱们销售部的宝贝疙瘩，不能让他有一丁点的闪失，知道没有？我很开心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周晴第2天出门的时候，看到了让她倍感震惊的一幕：小区门口停着一辆奥迪轿车，奥迪轿车的门前站着个人，正一脸笑意地看着她，并且对她说了一声上车。周晴实在又惊又喜，迅速朝我走了过来。张龙，你有没有事？当然没事，昨天就和你说过了吗？我没事的，我是来接你的，先上车吧。周晴没有客气，迅速拉开车门坐了上来。车子开出去后，周晴忙问我怎么逃脱吴家的报复的。我当然不会和他多说，只说是张总帮我搞定了这件事情，还说张总让我以后负责接送他上下班，省得再遭到吴云峰的骚扰和纠缠。张总人真是太好了。周晴2只眼睛几乎布满星星，一脸崇敬地说：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一定要为齐峰好好效力。总之从这天起，我就做了周晴的专职司机，每天接送他上下班。相比他对齐峰做出的贡献来说，这点油钱实在不算什么。就像二叔说的，他可真是销售部的宝贝疙瘩。而对周晴来说，他本来就感激我给他介绍工作，还帮他摆平吴云峰的麻烦，现在又每天开车接他送他，就更感激我了，常常请我吃饭。一来二去，我们之间的关系慢慢熟络起来。我也知道了周晴家里其实挺困难的，他父亲前几年就病逝了，母亲也常年有病在身，
家里的负担几乎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工作起来才这么拼命。有过几个瞬间，我也会很恍惚，感觉周晴已经成了我的女朋友。不过可惜的是，我始终没有勇气表白，也迟迟不敢跨出那一步去，因为我不知道周晴对我到底是个什么态度。虽然我俩现在关系挺好，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但也没有脱离正常交往的范畴。周晴似乎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好朋友来对待的。这期间里，吴云峰虽然没有再找我们，但周晴还是有了新的麻烦。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待着，二叔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是周晴被人打了，让我迅速赶到销售部去看看情况。周晴被人打了，这个消息确实让我震惊，但我已经没时间思考这是为什么了。我迅速飞奔出门，朝着销售部跑了过去。我跑到销售部门口的时候，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人，几个身穿制服的保安也在其中，但是他们并没进去，而是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仿佛里面的人很让他们忌惮。我立刻询问他们怎么回事，原来是宋大妮的女儿来了，点名道姓的说周晴勾搭她的未婚夫，一来就扇了周晴2个耳光。因为宋大妮身份不凡，大家不敢随便去动她的女儿，所以及时请示二叔。二叔则说叫我过来处理。张总说了，周晴的人身安全是由你来负责的。保安部的王队长一脸紧张地说，张龙，你可要小心啊，那个叫宋小鱼的女人太泼辣了。宋小鱼就是宋大妮的女儿，也就是吴云峰的未婚妻。与此同时，二叔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侄子，到门口了吧？电话里面，二叔笑呵呵说，我知道你对周晴那小丫头一直情有独钟，努力抓好这次机会，争取一次把她拿下。我一切都明白了，二叔还能看不出来我的心思吗？二叔是想把这个英雄救美的机会给我，顺水推舟的促进我和周晴之间的感情，也真是难为他能这么快就想到我了。不过你要注意，也别伤了咱和宋大妮之间的和气，能够和平解决这件事是最好的。我嗯了一声，表示明白。挂了电话，又对王队长说，行，这里交给我吧。周晴已经被逼到角落，一张脸通红肿胀，眼睛里也噙满泪水，显然吃了不小的亏。看到宋小鱼，我就知道周晴为什么会吃亏了。宋小鱼有1.7米的个头，以及至少170斤的体重，稍微一动就浑身颤抖的肉。忽然我有点心疼吴云峰了，我往前跨了一步，装作很惊讶的样子叫道，宋小鱼。听到有人叫他名字，宋小鱼缓缓转过头，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你是谁啊？真是你啊！我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说道，我是吴云峰的同学，我听他说过你，在他手机上看过你的照片，所以认出你了。什么？吴云峰手机上有我照片？宋小鱼的神色明显激动起来，手也松开了周晴的脖子，着急地问，他是怎么介绍我的？是啊，吴云峰的手机里有你照片，还说你是他的未婚妻呢。还有呢？宋小鱼显然更加激动，甚至朝我这边走了过来，看得出来他也挺单纯的，单纯到有些没脑子了，所以才会对我深信不疑。我假装回忆的样子，继续说道，其他就没什么了，就说你家能帮上他家的忙，他是为了家里才和你定亲的。哦对了，吴云峰还说你配不上他，等你和他结婚以后，他还要找10个8个小老婆来弥补自己。什么？宋小鱼瞬间瞪大眼睛，一张圆盘式的大脸也充满愤怒，这头巨鲸显然要爆发了。而我装出一副说漏嘴的模样，赶紧说，没有没有，你别当真，刚才都是我瞎说的。但我这副样子在宋小鱼看来反而是欲盖弥彰，宋小鱼瞬间就气炸了，恨恨地说，吴云峰这个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他的。接着他气势汹汹地冲出门，又横冲直撞地挤开众人，一瞬间就没影了。这头巨鲸愤怒起来确实可怕，而且身法也是如此灵活，可以想象得出吴云峰今天晚上要吃苦头了。终于把宋小鱼骗走了，我也长舒了一口气，迅速奔到周晴身前，关切地问，你没事吧？周晴突然一头扑进我的怀里，趴在我的肩头哭了起来。我想扶着周晴离开，但她已经走不了路，一双腿软得像泥一样。我心一横，拦腰把周晴抱起，迈步往外走去，众人纷纷让开。我的这一动作把周晴也吓了一跳，她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小声说道，张龙，你快把我放下来。但我装没听见，仍旧迈步往前走着。面对我的强势，周晴没办法了，只好把头埋到我肩膀上，不敢去看沿路两边的人。我把周晴带到宿舍，并把她放在我的床上，我们两人的脸都已经红扑扑的了，但我还是假装很淡定地说，以后我会保护好你的。在我的安抚之下，周晴终于渐渐不再哭了，但她的情绪仍旧不是很好。接下来几天，周晴还是正常上班，但是情绪格外低落，即便周晴是清白的，可谁知道同事之间怎么说她。那段时间我一直陪着周晴，提防她会受到2次伤害。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1个礼拜。有天中午下班，我照例到销售部去接周晴吃饭，但是周晴竟然不在。一问才知道，周晴和另外一个女孩吃饭去了。我一头雾水，赶到食堂一看，
原来是程依依来了。程依依也是我的高中同学，当初的3朵金花之一，模样确实不比周晴逊色，而且程依依还是个富家女，家庭条件相当不错，打扮非常时尚靓丽。时隔1个礼拜，笑容终于又出现在了周晴的脸上，看来程依依的到来起到了很大作用。不过我不准备上去打招呼了，正准备转身离开，周晴已经看到了我，并且冲我喊道：张龙，这里。我也没法装看不到，只好走了过去。果然，我还什么都没说呢，程依依立刻喊了起来：张龙，你跑什么？难道不敢和本公主说话？上学的时候，程依依就喜欢自称本公主，毕业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我一看到她就头大，但还是陪着笑说：没有，我没看到你们2个。胡说八道，我们2个这么漂亮，堪称整个食堂的焦点，哪个人进来不看看我们？你敢说你没有看到？除非你眼瞎了。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话，场面有点尴尬。周晴推了一下程依依的胳膊，有些抱怨地说：依依，你别为难张龙了，他哪里能说过你啊？哟，你俩这8字还没一撇，你就开始帮他说话了。程依依瞪着眼睛，显得很不满意。周晴的脸一下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依依，你胡说什么？程依依反倒笑了起来，冲我说道：张龙，我听说最近你挺照顾周晴的，是不是？本公主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你还是个蔫货，没想到现在长了本事，都敢和吴云峰对着干了。不过我告诉你，别以为帮了周晴几次，就有资格追求我们家周晴了，你还不够格呢，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程依依一句话就戳穿了我的本质，顿时让我有点无地自容。如果现场有个坑，我都想跳进去了。依依，你别这样说张龙啊。又像是转移话题，接着说道：对了，你不是还有事情求张龙吗？有事求我？程依依有什么事情求我？周晴，你别扯了，我怎么可能有事求他？我还一头雾水，程依依就加大了几个分贝。是的，我爸那边资金遇到一点问题，所以让我过来这问问张总，看货款能不能迟2个月再给。但张龙就是个破司机而已，怎么可能做得这样的主？周晴有些无语，摇着头说：依依，张龙和我们老总关系很好的，没准就能成呢，你别这样说他。程依依的眼里满是不屑，回头看着我说：张龙，我问你，能帮我这个忙不？你要能帮，本公主以后就高看你一眼。原来程依依她爸欠了齐峰一笔货款，但是他爸最近资金有些紧张，所以才派女儿过来谈谈，看能不能推迟2个月。见我没有说话，程依依立刻得意洋洋地对周晴说：看吧，我就知道他是个纸老虎，不过是运气好才当了齐峰老总的司机。依依，你别这么说话，张龙人还是很好的。程依依哼了一声，不屑地说：人好有什么用？人好能当饭吃吗？周晴，我不得不劝告你一句，凭你的长相，什么样的富二代找不到？别看他开个奥迪，那可不是他的。你要和个司机在一起了，传到咱班同学的耳朵里面多丢人啊！这么漂亮的一朵鲜花，可就插在牛粪上了。我本来不计划搭理程依依的，但他说话越来越过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便问道：程依依，你爸叫什么？程依依猛地愣住，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一脸莫名其妙地说：你管我爸叫什么呢？周晴却是恍然大悟，拉了程依依一下说道：张龙这是要帮你忙呢。程依依也明白过来，不屑地说：我爸叫程广志。张龙，还是那句话，你要真能帮上我忙，本公主以后肯定高看你一眼。程依依那副嘴脸，我真是越看越讨厌。我没说话，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二叔的电话，并且当着他俩的面按了免提。电话很快接通，二叔的声音传了出来：龙，怎么了？张总，有个叫程广志的老板欠着厂里一批货款吗？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程老板的女儿程依是我高中同学，找到我这来了，说他父亲资金有点困难，看能不能推迟2个月再给货款。这句话一出口，程依立刻紧张起来，嘴唇咬得很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就听二叔说道：咱们厂里的资金也很紧张，要给工人发工资，还要不断补充材料，而且这个程老板欠的不少，足有好几10万。二叔说到这里，程依依的表情已经不屑起来，气了一声之后便对周晴说道：看到了吧，他就一个破司机，哪里可能有那么大脸？但也就在这时，二叔突然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不过既然是你高中同学的父亲，推迟2个月倒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利息要按业内规矩来走。程依一听立刻兴奋起来，眼睛里充满了光，急不可耐地冲我说道：张龙，快告诉张总，就说我答应了，利息再高一点都可以的，只要能让我爸熬过去这2月。但我并没搭理程依，而是继续冲二叔说：那就是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毕竟是你同学嘛。听到这里，程依依兴奋的都快蹦起来了，周晴也露出欣慰的笑，但他们显然开心的太早了。我继续充电话说，张总，立刻向程老板要这笔钱，千万不要给我面子，一天都不要拖，1分都不能少。为什么？二叔显然都懵逼了，完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转头就走。程依依傻眼了，周晴也傻眼了，走出去10几步才听到程依依杀猪一般的叫声。张龙，你这个小可爱的真不是个东西。我根本没搭理他，径直回了宿舍。刚到宿舍，二叔的电话就打过来，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没有隐瞒，直接一五一十的说了。二叔听完也是气不打一处来，骂骂咧咧的说，我现在就和老陈要账，1分都不能少，一天都不能拖。张龙真不是个东西，还是老同学呢，连这点忙都不帮。唉，这事你真怪不上张龙，之前你说的也太难听了，我都看不下去，不让你再说了，你还偏偏要说。我还不是为了你，你长这么好看，我这不是不想让你这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人家张龙根本没说要追我，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好吧？张龙想干什么，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否则人家疯了呀，对你那么好。程依依的眼睛一转，想到一个主意，趴到周晴耳边说了起来。听完，周晴疑惑地说，这样行吗？程依依肯定地说，行的，肯定行。周晴点了点头。那好，我就帮你试试，不过我的依依小公主，这次千万别搞砸了。不得不说，程依依实在是太气人了，哪怕事情已经过去1个下午，我的心里仍旧很堵。到快下班的时候，周晴突然打电话来，问我还生气吗？我当然生气，不过当着周晴的面我不想说太多，就握着手机没有吭声。周晴又劝了我几句，说程依依就是那样的人，其实心地挺善良的，让我不要和她计较。我不想和周晴继续聊这个，就说咱们换个话题吧。周晴叹了口气，说，那好吧，你来接我下班吧。这段时间一直是我接送她上下班的，今天当然也不例外。我便起身开车到办公楼下去接周晴。程依依不在，估计已经回家去了，我也懒得去问，直接载了周晴去她家里。路上，周晴说一起吃个饭吧，这我当然没有意见，我也愿意和周晴多待一会儿。吃过饭后，周晴又说想去唱歌，于是我又驱车，按着周晴的指示，来到一家装修还挺气派的 KTV 前。我径直走到前台去开包厢。我记得这个 KTV 的老板和我二叔关系还挺好的，没准提下二叔名字还能打折。就在这时，周晴却过来说包厢已经开好了，直接过去就行。我的心里有点奇怪，感觉周晴早有准备似的，但也没来得及多想，跟着周晴往包厢走去。推开包厢的门，就看到里面有7、8个人，有男有女，都是我们高中时候的同学，程依依竟然也在其中。我和周晴一推开门，程依依立刻迎了上来，笑容满面地说，张龙，周晴，你俩可算来了，等你们半天了都，快进来吧。一看这个情况，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显然是程依依设下的局，骗我过来想要跟我和解。我回头去看周晴，周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是程依依的生日，同学一起玩下，你也别生气啦。对对对，今天是我生日，大家一起高兴一下哈。有人还没认出我来，我听见有人悄声说道，这是谁啊？怎么和咱们班的大美女周晴在一起？你没听见程依依刚才叫吗？这是张龙啊。什么？他是张龙？他现在干什么呢？什么时候和咱班的2大美女关系这么好了？我记得同学聚会他说过的，好像在什么服装厂管后勤吧，反正就是打扫卫生那类的杂活。众人杂七杂八的说着，有的我听到了，有的我没听到，但我充耳不闻，不动声色地坐到角落里了。程依依从桌上端了一杯啤酒，竟然朝我走了过来，走到我面前，笑脸盈盈地说，张龙，咱俩喝一个呗。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就是想跟我和解，然后让我帮帮他爸的忙。他觉得当着大家的面，我不会让他下不来台的。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面前这个看似真诚热情的女人之前是多么看不起我。想要和解，门都没有，所以我冷冷地说，不好意思，我要开车。程依依端着的杯僵在半空，放也不是，喝也不是，一时之间气氛很是尴尬。就在这时，一个啤酒瓶子突然狠狠砸在我的脚边，雪白泡沫瞬间淌了我一裤子。旁边一个膀大腰圆的青年站了起来，冲我这边恶狠狠地骂道，张龙，你小可爱的不就是个破司机吗？拽什么拽？不喝酒你来干什么了？再在那里唧唧歪歪，下个瓶子砸在你脑袋上。我认识他，叫胡海东，仗着个子高，块头大，以前在班上也是一霸。他是程依依的忠实追求者，虽然一直没有追到，看到程依依受了委屈，立刻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一瓶子摔过来，除了周晴比较紧张以外，
其他人都是一脸玩味的表情，显然在等着看好戏了。不过我还是无动于衷，根本没把胡海东放在眼里。我说话你没听见是不是？看我还是没有反应，胡海东骂骂咧咧的朝我走来，显然准备给我一点教训，而我还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周晴赶紧伸手去拉胡海东，不过根本就拉不住，胡海东猛地甩开了他，继续大步朝我走了过来。其他同学则都无动于衷，反而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活该，连程依依的面子都不给，看胡海东这次怎么收拾他吧。眼看着胡海东就要走到我面前了，程依依大声喊道：站住！胡海东身体颤了一下，很惊讶地说道：依依，他对你不尊敬，我帮你收拾这王八蛋。我的事不用你管。还有，张龙是我朋友，不许你对他不尊重，立刻向他道歉。这一句话却让众人都震惊了。胡海东正在气头上，本来想打我一顿出出气，结果程依竟然让他道歉。胡海东一张脸都憋得通红，但还是冲我说了声对不起，才喘着粗气坐回去了，很是不服不忿。整个过程之中，我都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好像这件事情和我无关似的。赶走胡海东后，程依又端着酒杯冲我说道：张龙，之前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了，希望你原谅我。谁也不知道程依做错了什么事情，竟然主动和我道歉。胡海东都惊得张大了嘴巴，但让众人更惊的是，我还是一脸冷漠的样子，甚至还有些不耐烦地说：我说过了，我要开车，不能喝酒。这就是侧面拒绝了程依依的道歉。程依依的眼圈再次红了，还有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了下来，抽抽搭搭地说：张龙，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要为难我到什么时候？都是同学，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你没必要这样子吧。这时周晴也走了过来。是啊，张龙，依依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她这一次吧，就当给我一个面子，可以吗？我心想，要不算了，老是揪着这事不放，显得我也有点小家子气。然而就在这时，就听轰隆一声巨响，胡海东居然把面前的茶几一脚给踹翻了，不光桌上的酒瓶、杯子摔了一地，就连玻璃做的茶几也粉碎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依依公主对你客气，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要是不知好歹，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拧下来。胡海东这么一带头，其他同学也都纷纷窃窃私语。是啊，也不知道张龙牛什么呢，不就一个破司机吗？程依依对他都那么客气了，他还把尾巴翘上天，就是欠收拾。因为胡海东的举动，之前在食堂被程依依侮辱的一幕又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面前，以至于刚刚软下来的心又硬了起来。我把面前的酒杯一推，冷着脸说：这酒我不会喝的。从前到后的变化，程依依看得一清二楚，知道是胡海东坏了事，气得回头就冲胡海东骂了起来：你有病啊，我都说了不关你事，你还来插一脚干什么？今天晚上真不该叫你。准备动手揍我的胡海东都被程依依骂得懵逼了，结结巴巴地说：依依公主，你误会我了。你给我滚！程依依一指门口，胡海东完全傻住。这一次其他同学都看不下去了，纷纷站了起来说：依依，海东也是为了你好，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呀。是啊，我们也看不下去了，那个张龙算什么东西，值得你去这么对他好吗？依依，就算你很善良，也不应该由着别人欺负你啊。要滚也是张龙滚，酒都不喝了干嘛了，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这种场合就不应该让他过来。众人他一句你一句，全是谴责我的，说我身份卑微，不该来这场合，更不该甩脸子什么的。但无论他们怎么说，也没改变程依依的初衷。他仍指着门口冲胡海东说：我让你滚，听到没有？周晴则小声说：胡海东，你先走吧，随后再跟你解释。胡海东气得嘴角都在微微颤抖。好，我走，我走。接着他又冲我恶狠狠道：张龙，这事没完，别让我在外面碰到你了，否则有你好果子吃的。说完他便挺起胸膛，迈步朝着门口走去。但他还没走到门口，门便被人给踹开，10几个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个40多岁、脸色黑俊俊的中年男人，左脸颊上还有一道触目惊心的疤。他一进来便霸气地指着包厢里面所有人说：砸了我的场子还想走，不给我个说法，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程依依在 KTV 向我道歉，却不小心砸了赵王爷的场子，赵王爷却要程依依赔偿10万块，拿不出来就要陪他睡一晚上。砸了我的场子还想走，不给我个说法，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众人面色惊愕，一起看向地上那摊碎掉的茶几、酒瓶。他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吓得不敢出声。也就程依依还算见过一点世面，立刻冲了过去，摸出钱包，对为首的刀疤男人说道：
不好意思，今天是我生日，同学喝多了造成一点误会。一边说一边拿出1沓人民币来，看样子有个3000多块，递了过去。刀疤男人淡淡的瞥了一眼，冷哼着说：“哼，就这点钱，打发要饭的呢？”程依依咬了咬唇，小心的问：“那你看需要多少钱？”刀疤男人身后立刻闪出一名汉子，说道：“损失大概有1万多。”听到这个数字，立刻传来了倒吸冷气的声音。1万多已经算是不小的巨款了，不过大家凑凑还是能凑起来的。始作俑者胡海东这时候也翻过劲儿来了，连忙掏出钱包，拿出了1000多块。其他同学也都摸着钱包，准备把这1万块钱凑齐。不过就在这时，刀疤男人突然又开口了：“1万多只是损失，精神赔偿还没给呢，敢在我的场子闹事，传出去了，让我赵王爷还怎么混？”这个刀疤男人竟然是赵王爷，在这个小县城里，没人不知道赵王爷，他是县城的黑道大哥，囊括了这个县城里至少1半的地盘和势力。听到赵王爷这3个字，包厢里所有人的心都颤了一下，大家战战兢兢地看着赵王爷。赵王爷慢条斯理地说：“10万块，1分钱都不能少，拿不出来，一个都别想走。”听到这个数字，现场的人全部都傻了眼，程依依的脸色顿时惨白起来。他爸还欠着几10万的货款，现在的程依依能拿出来几千块钱已经很不容易了。包厢里面一片鸦雀无声，谁都知道10万块钱这个数字太过分了，但是谁也不敢忤逆脸上有着一道刀疤的赵王爷。程依依急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冲赵王爷说：“赵叔叔，我爸是程广志，能不能看在我爸的面子上饶了我们这一次？”程依依的话还没说完，赵王爷就打断了他，颇有些惊讶地说：“你是程老板的闺女啊？”程依依以为有了希望，立刻点着头。赵王爷却冷哼一声：“你爸那个烂赌鬼，现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了，你还拿你爸的名字来吓唬我？我告诉你，10万块钱拿不出来就别想走。”听到这一句话，程依依顿时如坠冰窟，浑身都冰凉冰凉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大颗大颗的眼泪也往下掉着。其他同学也都哑口无言，一个个唉声叹气，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闹出这场祸事的胡海东却蔫巴的不敢吭声，包厢里的其他人更是沉默如金，内心惶惶不安和恐惧的气氛弥漫在这不大的房间中，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拿不出来，哼！不过我倒是有个好法子。所有人都看向了他，程依依的眼睛里也露出希望的光。赵王爷突然一把抓住程依依的衣领，将她拖到自己身前，满脸银光地说：“小妞，今天晚上陪我睡一觉，这10万块钱就算了，怎么样？”赵王爷拖着程依依往门外走，周晴快速向我跑了。张龙，拜托你给张总打个电话，救救依依吧。我适时地站了起来，叫道：“赵叔！”听到这个称呼，赵王爷疑惑了一下，朝我这个方向看来。谁呀？我在一片错愕的目光之中往前走了2步。赵叔，是我。二叔和这个赵王爷私交匪浅，两人经常坐在一起喝酒，我跟在二叔身边，也避免不了要和赵王爷接触。而且赵王爷也是为数不多知道我和二叔什么关系的人，有几次赵王爷喝多了，我还开车送给他呢。赵王爷看着我，稍稍辨认了下，才说：“是小龙啊。”我又往前走了几步，搀住赵王爷的胳膊：“赵叔，咱们上外面说。”赵叔，刚才那个是我高中同学，今天晚上这是您看。但我话还没有说完，赵王爷就打断了我：“我都知道。”“您都知道？”“你刚来我就看见你了，但你没来找我，我也就没去找你。不过我让服务生盯着你们包厢，看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补上，结果就出了这事。”赵王爷又叹了口气，摇着头说：“把我给气的，老张的亲侄子怎么能让人这么欺负？当时我就给你二叔打电话，问你二叔这是怎么回事，用不用帮你出气？但你二叔说你这人比较低调，不太喜欢过分张扬，让我用其他法子帮你一下，所以我才安排了这一出戏，不就是想让你同学面前露露脸？”原来是这么回事，还真是难为我二叔和赵王爷的一片苦心了。我苦笑着对赵王爷说：“赵叔，谢谢你的好意了，这回可真是露大脸了。”“行了，进去吧，戏得继续演下去呢。”“谢了赵叔，那您先忙。”小可爱们，也就是小龙在这帮你们说了下情，否则你们谁也好过不了。如果还有下次，谢你们每人一条腿。赵王爷放完这句狠话，便带着那群凶神恶煞的汉子离开了。张龙，谢谢你了。程依依端起了一杯酒，诚恳地说：“张龙，今天晚上真的谢谢你了，说什么我也要敬你一个。”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端起杯酒，说道：“喝杯酒没关系，但是之前那事，我还是无能为力。”我说的是他爸欠款那事，程依依也知道，眼神顿时暗淡下去。我一仰脖，将酒灌入钵中，说了一声告辞，然后起身就走。本来打算开车走的，但是想起自己喝了杯酒，便决定步行回家，明天再来开车。走出去10几米，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张龙，张龙，果然是程依依追上来了。程依依追上来不是意外，毕竟他爸的事只有我能帮忙，但我还是不想理他，愈发加快脚步。但是我走得快，程依依走得更快，她几乎一路小跑过来，急切地抓住我的胳膊。张龙，你等一等。程依依，你回去吧，我是不会帮你的。说完，我又继续往前走去，但是程依依又追了上来。我可以付你报酬，事成之后给你5000块钱，5000块钱相当于你小3个月的工资了，你就帮帮我这个忙吧。如果我真的只是个普通司机，没准真会被这5000块钱诱惑，但是我每年的分红都有几十万，而且这还是我自家厂子的货款，我怎么可能干出监守自盗的事？程依依，你看错了，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又继续往前面走，程依依还是不肯放弃。张龙，你要帮了我这个忙，我就帮你追到周晴，怎么样？我听到这话，顿时有些恼火。你把周晴当什么了？交易品吗？为了让我帮忙，连你朋友都能出卖？不是，我看周晴好像对你也有那个意思，如果我能帮忙说说，成功几率还蛮大的，毕竟我是周晴最好的朋友嘛。我还是觉得这种事情太像交易，于是继续向前走。我走了一路，程依依就说了一路，她就像个阴魂不散的鬼，始终围绕在我身体左右，怎么甩都甩不开。不知不觉就走上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两边都是黑黝黝的树林，看着阴森森的。程依依果然有点害怕，看着前面的路畏畏缩缩，不太敢继续走了。趁着这个机会，我就说道：“行啊，你回家吧，跟着我也没用。你不答应，我就一直跟着你。你还敢走吗？指不定蹦出个抢劫犯来，捅我一刀也就算了，你长这么漂亮，万一欺负你呢？有你在呢，我不害怕，你是个男人，肯定会保护我。我肯定不会，真有抢劫的了，我肯定跑得比你还快。我不相信，你不是那种人。我还真是那种人，你不相信就跟着来吧。我继续往前面走，程依依有点害怕，但还是跟了过来。就在这时，一道突兀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别吵了，你俩一个也跑不了。”我去，还真碰到抢劫的了。程依依也吓坏了，脸色变得惨白起来，情不自禁地抓紧了我的胳膊。我稍稍分析了下形势，确定自己这边十分不利，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我立刻拿出钱包，从里面摸出1000多块钱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兄弟，你也是求财的，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你拿去吧，放我们走。我倒不是怂了，只是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一个最安全的法子。我还真不是为财来的。我的心里一紧，下意识握紧了拳。有人花钱，让我给你们一个教训。我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人来，吴云峰，只有他和我结仇了，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找来道上的人报仇。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青年已经疯狂地冲了上来，并且举起手里的匕首就刺。我一咬牙，猛地转身，用力推了程依依一把。快跑！程依依被我推出4、5米远。与此同时，我的腰部一凉，已然中刀。此时我已经站不起来，但还是伸出双臂，努力抱住了黄毛青年的小腿，同时冲着程依依歇斯底里的大吼：“快跑，快跑！”直到这时，程依依才如梦方醒，转身撒腿就跑。黄毛想要把我甩开，继续去捅程依依。我是不喜欢程依依，甚至看到她就嫌烦，但这并不代表我会放任不管。快走，快走！我抱着黄毛的腿死不撒手，任由他一脚一脚的踹着。程依依没命似的往前狂奔，我的潜力也耗得差不多了，终于松开了黄毛的腿，软塌塌的倒在地上。黄毛往前奔了几步，再往前就到了人多的地方，想对程依依下手已经没机会了。小子，以后长个记性，不是什么人你都能惹，你这种卑贱的蝼蚁，只配活在别人脚下。说完那几句话，黄毛才悄无声息地潜入旁边的树林里面溜了，临走之前还把地上的那1000块钱也全拿了。特么的，你不是不图财吗？
随着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心里也越来越绝望，心想自己或许真要挂了。但是后来又想，程依依都跑了，再不济也会帮我叫人或是报警了，所以我肯定还有活路的。不知昏迷了多久，突然感觉有人在我身边叫喊，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就看到程依依跪在我的身边哭着。张龙，你醒醒，你醒醒啊！程依依眼神显然不好，我都睁开眼了，她还是嚎啕大哭。我醒了，你叫救护车没？看我醒了，程依依一脸惊喜，经我提醒之后，赶紧去摸手机。我这就叫救护车，你可千万不能死啊！我无奈地看着程依依，这可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人。麻烦你们快点过来。看到程依依叫了救护车，我也终于松了口气，闭上眼睛打算休息一会儿。张龙，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我估计他也不是多担心我，而是怕我死了以后他爸那关就过不去了。我无奈地睁开眼睛。你少咬我一会儿，或许我还死得慢点。程依依想转移着我的注意力，怕我昏迷过去，可是我俩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所以程依依憋了半天，终于憋出来了一句：张龙，你看我好看吗？好看你就多看几眼，可千万别再睡着了呀！丑死了！胡说八道，从小到大就没人说过我丑。看他这样子，似乎他丑不丑比我死不死重要多了。但我的眼睛还是不由自主的想要闭上。程依依拍我的脸，叫我名字，但是都没什么效果。张龙，程依依突然一急，猛地一指自己领口，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肤，虽然没露什么重点，但也差点晃瞎我的眼睛。我的瞳孔瞬间放大，脑子也迅速的清醒了，再也没有丝毫困倦之意。哼，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整天在想什么。我吃力的冲程依依竖了下大拇指，表示我很服气。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来了，救护车终于来了。好软。到了医院，程依依跑上跑下，缴清了需要的费用，手术也紧锣密鼓的开始了。手术进行了1个多小时，因为打了麻药，也没感觉到疼。因为手术完了不能喝水，我又渴得难受，程依依就用棉棒蘸水，一次次擦拭我的嘴唇。第二天中午，来了2个警察找我做笔录，我就将整个过程讲了一遍，并说怀疑是吴云峰找人干的。他们表示会查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没抱多大希望，吴云峰既然敢这么做，那就肯定安排好了一切。警察走了以后，程依依又把吴云峰骂了一通。吴云峰真是心狠手辣，这种事都干得出来。这还不正常吗？上学那会儿吴云峰就没少干这种事。程依依越想越气，当场就给吴云峰打了电话，但是可想而知，吴云峰根本就不承认。程依依气得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程依依，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你爸欠的货款还清没有？你家马上就落魄了，也好意思跟我叫板？你家不一样吗？你爸为了挽救你家那点破产业，都把你嫁给宋小鱼了，你还嘚瑟个啥呢？快搂着你的胖老婆睡吧。2人在电话里骂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吴云峰扛不住了，率先气得挂了电话。当然，我也劝告程依依，让她别太得罪吴云峰，小心也被阴了。程依依拍了拍自己的胸膛，2只白兔扑扑乱颤，霸气地说：他不敢。对了，你受了伤，要不通知你爸你妈一声？我的心里一痛，把头扭了过去。我爸我妈早就离婚了，失踪也很多年了。我爸我妈这事一直是我心里的一块伤疤，这么多年我都没和别人说过。不好意思啊。没事，都过去了。那你还有其他亲人吗？毕竟你受了伤，该通知下吧。我想起二叔这段时间挺忙的，常常一天都睡不了几个小时，所以我不想让他再分心了。于是我又摇了摇头。没事，你先回去吧，我能照顾我自己。你误会了，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毕竟你是为了我才受伤的。我要走了就太没良心了，我就是觉得你很可怜，身边竟然一个亲人都没，你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早都习惯了。我连站都站不起来，也不可能去推他走，只好同意他留下来。程依依说留下来照顾我，但他睡得比我还快，病房里没有空余的床，他就趴在我的床边睡觉。到后半夜，麻药的劲儿渐渐过去，疼痛再一次侵袭我的腰部，我汗如雨下，朦朦胧胧中，有人拿湿毛巾擦着我的额头，虽然没有缓解什么疼痛，但也起到了一定安神作用，慢慢的又睡着了。等到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吓到了。
程依依竟然睡在我的怀里。程依依把我抱得很紧，靠在我的胸口，像只恋家的小猫咪。我的胳膊枕在她的头下，我稍稍移动，程依依就皱了皱眉，显然快醒来了，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假装还在沉睡。程依依果然醒过来了，并且很快发现躺在我的怀里，迅速坐了起来，急匆匆下了床。我稍稍松了口气，幸亏不是同时醒来，否则那可太尴尬了。我微微睁开一点眼睛，看到程依依站在床边，正紧张地查看自己衣服，发现一切完好无损，才长长的舒了口气。张龙，张龙！程依依轻轻叫了2声，看我没有什么反应，才彻底放松下来。接着，她又把手放在我的唇边。我去，他这是在干什么？检查我有没有死？我是被人捅了一刀，但也没那么容易死啊。确定我还有气，程依依彻底放了心，又稍稍整理了下妆容，才推开门出去了。我用手托着床，先给二叔打了一个电话。我打算让二叔推迟征收程依依他爸的货款。就在昨天晚上，我还下定决心不帮程依依这个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俩也算共患难过，而且他还不离不弃，照顾了我一晚上。挂了电话，我在房间里活动了会，后腰依旧很疼，毕竟被人捅了一刀，麻药的劲儿也完全过去了，疼得我不停往外冒着冷汗。赶快上床休息，医生说你至少还要卧床1个礼拜。程依依绝口不提之前和我同床共枕、相拥而眠的事，当然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假装没发生过就好。不行，我必须得走了，我还得去接周晴上班。你都伤成这样了，还想着去接周晴啊？我知道你很喜欢周晴，但你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情况啊！你连自己都不爱惜，还怎么去爱别人？我每天都接周晴，如果今天没去接她，难免她会胡思乱想。因为吴云峰和宋小鱼的事，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怎么好，还是别再让她多想了吧。放心，我没事的，一点小伤而已。说完，我便拖着自己的腰，一步一步往外走去，每走一步都疼得要死，不过还是忍着一声没吭。又想起什么来，回头对程依依说：对了，你爸那时我已经和张总说了，延迟2个月还款吧。昨晚辛苦你了，不用再跟着我了。我也没时间和他多废话了，打了辆车赶往昨晚的 KTV 门口，接着开了我自己的车去接周晴。一会儿，周晴如约而至，拉开车门坐了上来。今天来的好早，平时就不早吗？张龙，你看路边那个男人，眼神好可怕啊！我的心里一紧，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迅速抬头朝着路边看去，果然是那个黄毛青年。我开着车，而且自动落锁，所以我不担心那个黄毛会冲过来。就算他真的冲过来了，我就敢拿车子撞他，看是他硬还是车硬。张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看他就感觉心里很慌，总觉得他是冲着我来的。别想太多了，这种小可爱到处都是，喜欢站马路上盯着人看，以后离他远点也就行了。你和程依依怎么样了？你放心吧，我和程依依已经和解了，他爸的事我会帮忙。我就说嘛，程依依没你想的那么坏，她就是嘴巴毒了一点而已，其实心还蛮不错的。要是没有昨天晚上的事，我肯定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是现在我只能暂且表示同意。但是不小心扯到伤口，疼得我倒吸冷气。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昨天晚上喝了点酒，可能是出来以后受风了，有点感冒。到了厂里以后，你就回宿舍休息吧。周晴去上班后，我就把车停到单人宿舍楼下，准备回宿舍去休息会儿。但腰上的伤实在太痛苦，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半天才挪了10几米远。这时，突然有人搀住了我的胳膊，我回头一看，竟然是程依依。你怎么来了？来找张总签字，我先送你回去吧，看你难受那样。在程依依的搀扶下，我终于回到宿舍躺下。程依依还把早餐带过来了，我实在是起不来了。程依依就坐在床边，亲手喂我吃饭。程依依，你不用这样子的，张总那边我都说了，你去签字就行。张龙，你把本公主看成什么人了？我照顾你就是为了我爸那点事，你受伤还是因为我照顾你也理所应当，哪来那么多的废话？你吃不吃？不吃我可全到了呀。我赶紧说吃。吃过饭后，我以为程依依就要走了，没想到她反而坐在沙发上，悠然自得地看起了电视，自由的就好像这是她家，她是这里的女主人一样。
你不去找张总签字啊？签字不着急，反正张总已经同意了，什么时候找他都行。再说我能走吗？你现在连翻身都困难了，本公主肯屈尊来照顾你，你就背地里偷着乐吧。程依依说的没错，现在的我确实需要人来照顾，否则我给自己倒杯水都挺困难。但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于是程依依问我想不想聊聊周晴。我顿时来了兴趣，忙问道：周晴谈过恋爱没有？周晴不是和吴云峰谈过吗？两人甚至都谈婚论嫁了，你不知道吗？周晴怎么和你说的？他说他没谈过恋爱。我想不通，周晴为什么要骗我呢？程依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紧找补的说道：原来是这样啊，那估计是我猜错了吧？我看他俩以前关系挺好，还以为他俩在谈恋爱呢。可惜无论程依依怎么说，我都不会再相信了。看我脸色并没什么变化，程依依也明白补不回来了，又生气地说：张龙，因为这个你就不高兴了？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你是皇帝老爷选妃啊，非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一次恋爱都没谈过才能入你的眼。程依依是真急了，之前为了他爸的事，他哪里敢这么和我说话？但是现在因为周晴，又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我不以为自己是什么，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要求周晴必须干干净净。我生气的是他骗我这件事。他为什么要骗你？你想过吗？他不就是想在你面前有个好形象吗？再说了，你俩又没真的在一起，他凭什么一切都实话实说？确实，我和周晴什么关系都不是，他没义务对我实话实说。而且就像程依依说的，周晴之所以撒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从床上慢慢爬了起来，并且穿上外套。你去哪里？去送周晴啊，她下班了。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张龙，我越来越欣赏你了，把周晴交给你我很放心。你可以回家去了，我送完周晴也就回来睡了。送完周晴后，我捂着腰伤，艰难地回到宿舍，赫然闻到一股饭菜的香味，厨房还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我去，什么情况？难道家里来了田螺姑娘？哎，你回来了，饭菜马上就好，你先去休息下，咱们一会儿开饭。你怎么还没走？你伤成这样，我走了你吃什么呀？总不能一直吃食堂吧？我一下子愣住了，我这间单人宿舍仿佛第一次有了家的温暖，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又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我正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人是李磊。张龙，你在哪呢？我在厂里宿舍，怎么了？这几天你小心点啊，吴云峰可能要找你麻烦。我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今晚我和几个同学吃饭，是听他们说的。张龙，你斗不过吴云峰的。再说周晴也不可能看上你啊，总不能你俩在一起上班，你就觉得自己有希望吧？咱们应该有自知之明呀。周晴那种女人，不是咱们能征服的。虽然李磊很不看好我，但他毕竟是为了我好。我对李磊说了谢谢，让他再有情况记得告诉我。挂了电话，程依依一边炒菜，一边问我是谁。我说是李磊。他找你干什么呀？我把和李磊的对话跟程依依说了一遍。程依依听了后，有点担心地说：以吴云峰的脾气，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就罢休的。张龙，不行，你和你们张总说说，让张总找吴云峰他爸谈谈，这件事就了了吧。如果放到以前，我早就通知二叔了，但现在二叔很忙，我不太想打扰他。没事，我自己会小心的。饭菜很快就弄好了，并且端到了饭桌上，3菜1汤，而且色香味俱全。程依依这种大小姐竟然还会做饭，实在让我感到意外。我爸是个烂赌鬼，我妈也天天去打麻将，我要不会做饭的话，就饿死自己了。知足吧，我连我爸妈在哪都不知道。来，走一个。张龙，原谅我昨天的鲁莽，我再一次向你道歉。我看到你对周晴的态度了，我觉得你能配得上她，希望早点吃到你俩的喜糖。我俩成不成还不一定呢。放心吧，8、9不离10了。再多吃几回饭，去看几场电影，保证你俩能在一起。谢你吉言。到了第2天的早上，我照例开车去接周晴。
腰上的伤还是很疼。开车的时候，我还是脸色惨白，额头上有冷汗流出。张龙，你没事吧？没事，一点小感冒。要不你晚上别送我了。没事，我真没事。把周晴送到厂里，我又照旧回宿舍了，还是寸步难行，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就在这时，有一双手搀住了我，我一回头，竟然还是程依依。刚找张总签完字，我不放心过来看看你。走吧，别逞能了，这伤是因为我才受的，就让我来负责到底吧。我没嘴硬，由着程依依搀我回去了。现在的我也确实需要人来照顾。接下来的好几天，程依依都是在我这度过的。程依依手艺不错，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饭，每天和我一起吃过晚饭以后才会离开，然后第二天早晨再过来。这几天，程依依没少传授给我泡妞绝活，比如周晴爱吃什么，爱喝什么，甚至大姨妈什么时候来，我全部都知道了，以后肯定能用得上。我们刚拿起筷子，这时却传来了敲门声。谁啊？是我，周晴。张龙，我刚才碰见张总了，才知道你没去吃饭，所以我从食堂打了点饭给你送过来。因为身体的原因，这几天我没和周晴一起吃饭，就跟他说我和张总到外面去吃了。知道外面的人是周晴后，我和程依依顿时面面相觑，有点懵了。按理来说，我和程依依清清白白，完全没有必要畏惧周晴的到来，但我们整件事都是瞒着周晴的。程依依在这待了好几天，照顾我，给我做饭，周晴完全是不知情的。如果进来看到我和程依依在这吃饭，她会怎么想呢？我正想着怎么解释的时候，程依依突然站起身，迅速藏到了衣柜里。张龙，你怎么不开门啊？来了。我回头看了一下衣柜，确认没有露出什么马脚，才走向门口，把门打开了。干嘛呢？半天都不开门。不好意思啊，刚才在卫生间。没和张总出去，怎么没去找我呢？有点累了，回来睡一觉。我一边说，一边从周晴手中接过塑料袋。谢谢啊，还记得我。我以为周晴把午饭给了我就能走了，但她竟然没有要走的意思。怎么不让我进去啊？听了周晴的话，我的心里砰砰直跳。那个，房间里有点乱。你们男人啊，哪个不乱？我帮你收拾下就好了。周晴一走进来，就微微皱了皱眉，还用鼻子吸了2下。你这有人来过啊？怎么有女孩子身上的香味？怎么可能？你闻错了吧？张龙，咱们只是普通朋友，如果你有其他喜欢的女孩子了，一定要告诉我好吗？周晴，你说什么呢？我没有其他喜欢的人啊。那你今天中午和谁一起吃饭了？我一下子懵了，等我看到桌子上2副碗筷的时候，我只能硬着头皮说道：这是给你准备的，这些饭菜都是我亲自烧的。没有办法，有些事情不得不瞒，就好像周晴也有事瞒着我一样。唉，张龙，我不是要抓你，毕竟我也不是你的什么，但你如果有喜欢的女孩子了，麻烦你一定要告诉我，不要让我。我明白周晴的意思，她让我有喜欢的人就告诉她，不要让她再傻傻的等下去了。程依依说的没错，我和周晴之间的关系真的就差那一层窗户纸了。所以到底有没有？真的没有。你还骗我？张龙，你和吴云峰一样，都是垃圾渣男。周晴突然猛地站起身来，迅速走到衣柜前面，猛地一拉。但她拉开衣柜的一刹那，看清楚里面的人是谁以后，就愣住了。周晴猜到衣柜里面有人，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会是程依。周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周晴，你听我说。相比我的衣柜里面藏着一个女人，更让周晴难以接受的是，这个女人叫程依依，是她最好的朋友。祝你俩幸福吧，就当我认识了2条狗。周晴，周晴。程依依大叫了2声，正要去追周晴，但是被我给拉住了。你干什么？我们要和周晴解释清楚，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和她说。现在就说清楚，那么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